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怡园。我知道各位看到哇，又是960标题，我不想要再看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是在 YouTube 那边呢，少数的华人主播，应该说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已。然后960以前是华人王国嘛，那这个话题呢，我觉得跟大家就是华人玩家讨论呢，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共鸣啊，或者是有不同的想法。那么其实在半夜1点的时候呢，就有宣布了960的新国王，就是 Cortex。有很多华人玩家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，那他原本是1254的其中一个玩家，可能他有做幕后的一些工作啦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也是跟 Chisco 他们一起去到2605，后来他又跑来960了，所以他来960其实有一段时间了，不是刚刚才来而已。但是多数华人应该都不太认识啦，因为他是外国人嘛。那其实他也是万国觉醒的主播之一。如果这个玩家不用如果啦，因为他已经做国王了，所以华人大多数呢可能就不太能接受啦，或者是真的是不认识他，所以感觉他好像没有什么威望之类的。但其实大多数的外国玩家呢都认识他啦，就是我们群里面现在比较多都是外国人了，所以你们想着说960还要继续用华人来做国王，这个想法是合理的，因为没有多少华人了，这里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了，就连我们现在 DC 里面的指挥呢其实都是用英文了，所以现在就是外国人来做国王呢是比较合理的。所以对于不少的华人来说呢，960就已经变味了，因为已经不再是华人最强王国了。但是我们得接受现在的环境，真的是外国人比华人还更多。这也是为什么我直播其实大多数的时间呢都是在说英文而不是华语。但是华人王国不再以华人作为国王呢，也不代表说960它的辉煌成绩，它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就不复存在了。960在多数玩家心目中呢依然还是传奇。至于 Cortex 会做到怎样呢，我觉得再看吧。所以现在已经有国王上任了，那管理层是谁我依然还是不知道啦然后 CPU 还在这边啦，所以有可能几位玩家会辅助 Cortex， 看之后会变成怎样，然后我们才决定到底要留下来还是离开。不过我个人应该会留下来，先打一个赛季的 KVK 看情况怎么样先啊。那这边就说一下 DC 的公告啊，他们已经发布了，就承认说 Cortex 就是我们的新国王，所以这边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翻译。那这边第一个句子就有说到，自从他们的团队解散以来，有很多人就是询问960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，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合的领袖，要有远见，值得信赖，能够留下来继续领导所有的人。终于 Cortex 愿意承担这一份责任。其实他在管理层上面呢就给了很大的帮助，而且他在万国觉醒的经验比大多数玩家都丰富。2018年玩到现在，各位没有听错，没有听过的名字啊，我讲华人啊，其实他是已经玩了很久的。像我前面就有讲到，其实他一开始从1254那边来的，所以他是有经验的玩家，而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刚加入万国觉醒的玩家就让他上位做国王。我们也很高兴他愿意承担这一份责任，并全力的支持他。他对王国未来有着远见，并持续这份传奇。话虽如此，还是有不少的玩家他们可能会选择离开或者是退出，但这个不意味着960就会消灭掉。没错，我所以在之前就跟大家讲，960只是暂时解散，并不是说960马上就解散了。那这边就说到他个人会弃坑啦，但是他会继续支持 Cortex 以及其他有任何想要加入管理层的人员，他也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子做。不过有多少人愿意想要做管理层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啦。那接下来就是 Cortex 他自己本人的发言了。那首先他这边就非常感谢大家对960新的篇章支持 New Chapter 啊，这个不是我翻译错误啊他用的词是这样子。他想跟大家明确几件事情。首先他想知道大家接下来的计划，就是可能有些人会选择离开，不确定，又或者是会留下来。他想要做一个收集资料，看有多少人会继续待在960。他这边是有要求请在第2天填写这张表格，如果不回复的话，他们将默认你已经离开了。那其实我还没有填写这个表格啦
并且说到960并没有回复，正如妈妈上面提到的那样，它将截然不同，这是一个新的篇章，你们所熟悉的 GT 时代已经结束了。天哪， GT 时代已经结束了，那它会不会改联盟名字我不知道啦。我觉得如果改名字的话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啊，这个是什么联盟来的。但是 GT 我觉得还是需要保留啦，他可能这边只是讲旧的 GT 时代已经结束了，他们会降低战力，正如之前所提到的，我们会努力在现在的水平上做到最好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更精简的战斗小组，就是可能降到 A 组，但是是精英小组。他这个想法其实比较贴近亚老以前开始创建960的那个时候，但是现在960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有很多高战力的玩家他们比较肥啊，有一些就是你们知道的，就比方说有几十亿，然后他不去打架啊，这个就不要讲得这么详细啦。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说960全部都是战斗精英啊，其实有一些老屁股的，但每个账号都需要表现出色，就像960的玩家一直以来所期望的那样，表现不好的玩家将被要求离开，这个也是正常操作啦。许多管理层玩家即将要离开，那这边说的是退休的意思啦，他们也在寻找更多愿意提供帮助和承担责任的玩家，但他们需要时间啦，所以请耐心等待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因此如果你认识任何人愿意提供帮助的话，可以联系他，并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所以就是这样子啦。960的未来会变成怎样呢？我不知道。然后 Cortex 有没有能力可以承担到这一份责任呢？那各位看了邮件之后觉得怎么样呢？我是觉得给 Cortex 做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啦，因为其实他很年轻吧，好像才21岁对我来讲就是 baby boy， 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在游戏上面嘛，因为你们也知道啊，当你比较年纪大的时候，可能会有工作，可能有家庭需要照顾等等，所以像他这么年轻啊，你看对比 Chisco 那个年龄差多少所以他可能会有更加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了。那么近期不是已经出现了锦标赛吗？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看到 Cortex 他的名字是盟主的名字了，所以我就在被怀疑说他会不会是新的国王，没有想到他真的变成新的国王了。那 Cortex 也是有参加奥西里斯联赛啦，那你们也知道 MX 已经晋级奥西里斯联赛冠军了，变成区域赛冠军，所以也就是说在全球巅峰赛呢，我们也会看到他亮相啦。不过说到底，国王只是一个王国的象征啊，有一些国王他们未必会做东西的，只是代表这个王国而已。当然我不是说 Cortex 不做东西啦，其实 Cortex 幕后也是做蛮多东西的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管理层啊。那假设说整个王国只有 Cortex 在做东西也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我们就看接下来管理层那边处理到怎么样吧。但是960的传奇也会继续延续下去，但是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延续呢？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？那当然我觉得比较多华人玩家会觉得说，华人的时代已经终结了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得接受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，所以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